油价直落，联准会降息的速度太慢了吗？太慢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接下来油价的变化。降息降的会不会太慢了？到底接下来你的投资策略应该怎么看呢？首先，我们先从最近的经济数据开始看起哦。最近你看到了美股的重挫，看到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崩跌。为什么？美国的经济数据实在看了太令人头皮发麻，看了让大家有一点厌世了。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经济数据，真的是蛮糟糕的。先来看这个 PMI 哦，制造业的一个指数。制造业指数呢，那么当然有很多的一些机构都在公布这个数字，所以今天我们举2家，带您来看一看那个趋势的变化。先带您来看到 ISM 啊 ，ISM 呢，它的一个这个美国的供应管理协会，然后他就去调查大家的状况。那调查出来呢 ，OK， 好，这个8月份呢。PMI 呢是47.2，好，这什么意思呢？47.2，首先你看它在50以下，荣枯线以下，就不太好的意思。再来，这已经是连5个月在50以下了。很不好啊！好，那我们来看另外一家标普了哦。标普很有公信力，我们来听标普怎么说。好，标普呢8月份的 PMI 47.9。相去不远，但重点是47.9呢，是连2个月在恶化当中。所以呢，其实你看，不管是哪一家公布出来的数字，都很糟糕，都不太好，而且是持续的不好。所以呢，这才会让大家非常担心。那再加上呢，还有一个。PMI， 因为你就是制造业的一个经理人指数嘛，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前瞻性的一个这个指标，那个指标是什么？就是你要看库存的状况，看订单的状况，结果出现了一个非常不 OK 的组合，那就是现在的订单在减少，库存再升高，所以这已经是一个地狱组合，于是呢就吓歪了所有的金融市场了哦。那于是呢，大家看到这样的经济数据哦，有一个可以肯定的，那就是9月份降息确定了，而且甚至很可能因为经济数据太糟糕，所以本来预期9月份降息1码，现在非常可能降息2码了。我们来看目前为止啊 ，Fed Watch 的一个几率哦，现在呢认为降息2码的41%，认为降息1码的59%。本来是大家觉得降息1码是哇非常这个爆表式的一个压倒性的获胜，但现在好像已经拉得很近，所以说不定真的会降2码。但是如果降2码的话，哦吓死宝宝因为大家觉得经济真的很可怕，是不是？不然为什么要降2码？好，但是呢，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经济数据，直接影响的是油价。油价呢，马上就开始往下跌了。经济不好，那大家直接你就要联想说，哦，经济不好，所以呢，原油的一个需求就会下降。而且呢，最早中国经济不好，这个不用经济数据告诉你，中国经济不好，它就经济在放缓啊。然后呢，欧洲也经济不好，不然为什么欧洲央行早就在降息，对不对？它明明经济不好，然后连美国他们的 PMI 都这样，所以现在变成了一些全世界主要的一些成长引擎全部熄火，中国、欧洲、美国，哇！所以呢，油价就开始跌，而且呢，油价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还有一个看到了这个利比亚呢，它本来有一个东西政府，他们有派系之争，然后抢，搞得他们原油出口的那个港口完全停摆。那你当然啦，供给少了，因为它没办法出口嘛，没办法开采，那你油价是不是要往上？结果呢？他们谈好了，所以呢，它油价恢复出口了，所以供给又上来了，然后呢，这个需求又那么下去，大家经济很差嘛，所以油价就嘣嘣嘣嘣滚下来。还有一个更惨的是，这个 OPEC Plus 啊，他们现在呢，本来之前一直在这个减产嘛，就希望维持住那个油价，结果呢，现在他们要放宽那个减产的规模了，也就是呢，接下来从10月份开始。每天他们的原油的供给量会比现在每天多18万桶，所以呢，这18万桶就把油价给压下去了。所以呢，目前看起来西德州原油的一个报价现在呢已经从7月份的平均84美元每桶，现在已经看到7字头。那油价呢，现在看起来在全球一些主要的一些经济体的状况都不太好的状况底下，油价的需求呢可能会往下。那你供给又那么多，这个油价可能
前景不太好啊。好，那再来我们就看看，那到底这个油价，大家都说我以后要这个减碳往绿能的方向去，油价本来就会低啊。英国呢现在不断的要发展他们的再生能源，所以呢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税啊，这个税呢叫做能源利润税，就是呢，你去卖能源，比如说你卖油或卖天然气，那他们觉得你是赚暴利，那于是呢，他要课你很重的税哦。你知道这税有多高吗？本来35%已经很重，它现在提高到38%，然后零总总他们还很多税哦。他们以前有你是这个能源企业，然后你赚的钱，如果我去投资新的设备，那新的设备当然就会比较减碳啊，比较环保。那我如果投资新的设备的话，我就还有税负的减免，大约还可以再减免个29%。结果呢，这个减免是要完全取消了，也就是呢，零总总加起来，那个能源公司它未来面临到的税负将会高达78%，这是全世界关于能源公司最高的税率哦。所以你就看到了，这叫做英国他们叫做石油的暴利税，你赚太多钱了，对吧？吐一点回来哦。好，那但是呢，你看到这么多的税，但有一些能源公司，它现在的油让它赚很多钱，但它现在已经开始居安思危，它要转型。我们带你看壳牌的例子，壳牌也是全球很大型的这个石油企业啊，能源公司了哦。那当然，他以前这个家大业大做很多事情，但现在他要聚焦，因为大家都在往再生能源的方向走。以前他也发展很多，他发展离岸风电啊、氢能啊、太阳能啊，有的没的发展一大堆啊。反正只要是再生能源，他就丢钱，反正什么没有，家有矿，老子有钱，我就是砸。好，但是呢，现在他要聚焦了，因为发现有一些再生能源发展了老半天，它那个经济规模没有办法起来，所以就是不断在烧钱。所以呢，你就看到最近壳牌呢，它要裁减20%的员工，然后把一些有的没的这些事业都收起来，比如说他把他离岸风电的事业收掉了，然后他把他太阳能事业收掉了，他把他的氢能事业收掉了，然后他之前呢还做这个电力的零售。他现在也把事业收掉了，直接卖给别人了。然后呢，还有一些炼油厂，他也把它部分卖给别人了。所以你就看到了，他一直在瘦身。他现在呢，希望可以这个稍微精简一下 ，focus 一下他的一些企业。然后未来呢，他要非常大力的投资，因为这些地方省了钱，那他投资什么呢？他要投资液态天然气，因为他觉得在从传统的石化能源转型到再生能源这当中，他觉得非常好的一个过渡的能源叫做液化天然气。所以呢，你就看到这液化天然气。就变成了这壳牌认为接下来要大力发展的部分。他们甚至认为这样一个过渡哦，之前不是欧盟定很多目标，说我就在20几年我就要立刻做到，很难嘛，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过渡期。那壳牌就认为那个过渡期一定是液化天然气。液态天然气，他觉得这才是未来的主流，甚至他认为这样的一个主流应该会一直延续到2030年代，所以他现在非常努力在发展这一块。好，那当然呢，我们看到这个石油跟再生能源现在正在一个过渡，但是呢，这个石油似乎呢还是占大宗的一个感觉。的确哈，你家有矿，你家有油田，哇，你走路有风哎，到现在还是这样。即便大家说要减碳，我要绿能，我要再生能源，但是呢，油还是讲话最大声的哦。举几个例子，你看最近普丁哦，普丁呢到哪去？他到蒙古国去，那这个算是他真的好大胆子，为什么？因为蒙古国是国际刑警法院的成员国，大家还记得吗？国际刑警法院干了一件什么事？他对普丁发出了逮捕令，所以呢，只要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你就有义务，你一定要普丁到你家国家的领土上，你就把他抓起来、扣起来，然后呢，把他送到国际刑事法院去受审。好，结果呢，蒙古国有抓他吗？没有，蒙古国还铺红地毯，然后呢，还有这个仪仗队，然后还响礼炮欢迎他。响礼炮可不是要抓他，然后大力欢迎他，小朋友跳舞唱歌欢迎他。普丁那边大摇大摆走啊，还什么抓我？没那回事啊，我谁？我普丁大帝耶。好，那当然啦，为什么蒙古国要靠普丁啊？为什么？
普丁他有油啊，现在呢，蒙古国啊，它就是有95%的能源都靠俄罗斯，所以呢，怎么可能抓他嘛？把他奉为上宾，当成心头好，当成小 baby 一样呵护，都还来不及，还抓他嘞。所以呢，你就看到了现在这个普丁就靠着他家有油，走路有风。另外一个国家也是家里头突然有一天，本来穷的要命，有一天喷出油来。太厉害了，所以呢，你就看这个国家现在马上变成很有钱的国家。这个是在南美洲的小国，叫做圭亚那。圭亚那呢，它在委内瑞拉的旁边。好，那它这个小国家呢，本来就是穷到要命啊，它是南美洲当中真的是数一数二穷的国家，很可怜呐、穷的没饭吃，穷的没衣服穿啊，惨毙了。但是呢，2015年。那简直是老天爷掉下来的礼物！突然间呢，你就看到了，在他们的外海挖到油田啦，于是呢，这个国家就一系暴富啦，暴富呢就是赚到翻天啦，所以呢，它现在瞬间不得了，它的 GDP 啊暴增了2倍，然后这80万人，因为它人口很少，80万人瞬间人均 GDP 高得不得了哦，很有钱。但其实老实讲，国家有钱，因为钱还没有分给大家。国家那时候挖到油的时候，哇，欢声雷动啊，万人空巷啊，大家说天哪，我发了，我发了，我发了。结果后来发现，没有啊，政府发了，钱嘞，油嘞，在哪里啊？当时的政府说：“吼，开心，我们会把石油的财富与民共享，每个人我会发你这个$5000，合新台币大约15万吧。”结果呢，那笔钱到现在都没看到影子。但是呢，因为它挖到油了，它的物价已经开始起来，通膨都起来了，很多这个挖油的工人都过去了。我只尝到苦果你的$5000在哪里？怎么没拿来我看看啊？因为闻香也都没有。然后甚至呢，你看到了。在这个圭亚那，它的一个，因为它靠海嘛，那它这个地方呢，它其实非常饱受极端气候的一个威胁哦。那甚至在这个地方呢，它的首都叫做乔治敦，这个地方呢几乎快被洪水淹没了，所以大家说它的经济其实非常非常的脆弱。所以呢，这个国家虽然有油，政府很有钱。但拜托分给人民一点好吧？好，但是我们再继续看，其实很多新科技会影响到油价的哦。比如说 AI 新科技，你说虽然它会很耗电，增加这个油的一个需要量，要发电，但同时间 AI 科技呢可以让整个炼油的过程或者是开采的过程非常节省成本，所以呢，它也会让这个成本降低哦。所以呢，那油价很可能也会被它压下来所以 AI 整体来讲，对油价来讲的影响应该是负面的。应该呢 ，AI 非常成熟之后，油价是会被带下来的。另外还有一个新科技可以开采到更多的油，可能油多了，所以当然。对油价也不太好。简单来讲，以前开采油在那种海底开采油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压力的限制，比如说，它不能在太深的一个海底，因为太深的海底呢，它的上头的压力海水压力就太大了。以前呢，最直接只能在1.5万磅的一个水压状况底下可以开采，但现在因为科技进展，所以已经2万磅的水压都可以开采耶。那现在呢，如果2万磅的水压都可以开采，这所谓的这个高压油田能够开采的话，哇，不得了哦！因为这样全球的一个这个油的一个供给量应该可以多50亿桶太厉害了，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这个未来供给会变多的，那这个开采的成本会降低的，所以油价应该是很难上来的哦。但是呢，油价如果继续探底的话，到底会怎么影响我们的投资呢？金融市场现在有人讲了，这个联准会可能降息的一个速度太慢了，所以呢，很可能看到这个降息的一个效应可以产生提振经济的作用，可能需要6到8个月。但是现在的经济数据看起来，经济似乎已经不太妙了，会不会降息的速度太慢，导致金融市场还要承受一波的一个下杀呢？现在看起来非常有机会，所以如果美股呢还有往下跌10%的空间的话，大家最好的机会现在很多华尔街都说我要等那个金融市场再崩跌10%，我要赶快来逢低抄底了。大家先放在心上，如果你手中股票很多的，要提高警觉了。好，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希望你喜欢，我们下回见，拜拜。